Hey guys， 我是老郑啊，欢迎大家来这期的郑在聊。先聊一下大陆人能否看得懂繁体字？那回答这个问题只需要2秒，当然是可以的了。要不然你去看，在 YouTube 上面、Facebook 上面充斥着各种两岸大陆人和台湾人对骂的那种评论，那你就知道到底能不能了。好，相信你看完之后心里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当然是可以的。好，那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大陆人在看繁体字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吃力的，但是呢大部分的字都是可以看懂的。至于原因啊，我推断有以下2条。第一点就是我们使用简体字也没有多少年，因为在我爷爷辈啊、爸爸那一代人，他们都是使用繁体字的，念书的时候。那到我爸爸那一代，他就是突然就变成了简体字。虽然说已经变成了简体字，官方也在推行简体字啊，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繁体字的东西，比如说书法呀、艺术啊，还有到一些寺庙里面，他们会有那种特别古朴的那种苍老的感觉，那需要用繁体字去营造那种氛围。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繁体字。然后第2点，为什么我们能看懂繁体字？实际上你也能够知道啊，那你其实繁体字跟简体字很多都是非常像的。虽然说繁体字看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们从这个轮廓上面就能大概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字。那我们从它的大概的形状上面、轮廓上面都能看出来它是跟哪个简体字是对应的。我们在下象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车，它就是那个车，然后我们读成车，然后就那个写法，实际上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实际上是很像的。跟繁体字它的年代已经比较久了嘛，就是从那种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所以其实就算你完全不懂，大概看出来一些字，实际上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的，就这样。那如果让我们去写的话，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很难写的。我估计我是一个字用手写的话是一个都写不出来的，但用电脑打都可以的。我们用的是拼音输入法，那都能拼出来。OK， 说了这么多，我就要测试一下我到底能认识多少繁体字。好，那我们现在到台湾，据说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部落格，那我们进去随便找一篇文章进行一个测试。OK， 好，那我们现在打开了一个浏览器，为了防止你们说我故意挑选的话，那我现在进入它的首页，然后随便挑选一篇文章进行一个测试。媒体政论。好，那这篇文章是即将消失的金子叶。金子叶是什么东西？当然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我能看懂。怎么没有文章了？4月10日东森新闻发表的，其实就是说看一眼也能读出来。我的天，金子叶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清明节要扫墓的东西吗？华人烧纸钱应有1000年历史，更是清明扫墓不可或缺的重要习俗。今年清明扫墓，郎公公告。今年清明扫墓，乡公所公告不再烧纸钱。公告一出，我见大家还是依序把纸钱全部集中处理，也没人在意这些钱究竟是如何处理，能否处理到先人手上。依我之见，不必烧纸，看来也会成为习惯，习惯会成自然。对于烧纸钱这项习俗的实质意义根本不必挑战，下一个即将消失的产业想必就是传统金纸业。在大陆部分地方政府早已明令禁止烧纸钱，因为烧纸钱这项白色浪费便高达100多亿人民币。若在台湾烧金纸的传统习俗，每年至少要烧掉
新台币130亿元之多。哎，他们是不是在故意就说我们大陆政府坏啊什么的？哎，实际上在我们老家还是可以烧的，也没有人管。我看出来这个台湾的媒体说实话对我们大陆确实有一定误解啊。关于烧纸钱这个事情再多说几句，实际上就是在一些大城市它是不允许你烧纸钱的，但像我们在这种小乡村啊或者乡下那都无所谓的。你这个东西这是华人的一项就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习惯，怎么能说变就变呢？所以就算是政府不让烧，也没有涉及到特别广泛的地区，它只是限于那些大城市呀不让烧。那实际上我在上海街头也有看到有人烧，这个他挡不住的，也不会去坐牢，也不会什么的，就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那么继续读一首古诗这样形容：纸钱纸钱谁所作？人不能用，鬼行乐。一丝穿落挂荒粪，梨花风起悲寒雪。寒雪满天风刮地，片片纸钱吹呼至。纸钱虽多人不识，还难一饥患时。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我在读一些古诗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就算是什么科技论文啊，我想也不会有太大的障碍的，因为文字本身就是相通的嘛。好，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分享。好，我们下期再见。好，那先做一个下期预告啊。下一期我打算就简单的聊一下，为什么我们大陆人民就想把台湾收回来，收复台湾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一聊的话题。那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如果喜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分享。点赞、订阅、评论、分享。OK， 拜拜。